我太冲动了。我能理解。那么今天来是想来谴责我的吗？我没有谴责你的意思，一是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事情。不过我觉得你对这件事情处理也太草率了。是，感情本来就是不理智的。我是感情用事才生下这个孩子的，但我不后悔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我不会挺过这些日子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？可能是内疚、怨恨，或者说是缺乏勇气吧。离婚是为这孩子吗？算是一个原因。你刚刚说，孩子是你的全部，那你为什么现在把他送到我身边？你舍得吗？是因为生活有压力了吗？那你以后怎么办？想出国吗？重新组建家庭？你为什么不说啊？是不是你不知道原因，你没办法接受这个孩子？你突然把孩子送到我身边，我当然要清楚这一切了。可他是你的亲生骨肉，这个理由不够充分吗？如果你不接纳的话，我也不会怨你。你放心，我绝不会跟你做什么 DNA 打官司的。我有这么说吗？该负的责任我一定要负。那你是在侮辱我吗？我会用一个孩子来讹诈你吗？你突然把孩子送到我身边，我当然应该清楚这一切，我不能稀里糊涂。你一定要知道原因是吗？是的。我告诉你。妈，给。什么呀？这是？热定孝敬您的。啊？哎，不要！你不拿着，若定会生气的。这几个孩子就你懂事儿，可你现在没工作了，还得花若定的钱，你哪是那种人呢？什么呀？他每个月工资全交给我管，是他跟我要钱花，你就拿着吧。那也不能太抠了，男人在外头不容易，你要是对他看得太紧了，他心里会不高兴的。哎，我知道，我对他政策相当的宽松。也不能太宽松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我都快饿死了，咱们吃饭去。你们俩又去外头吃啊？我可不去，还不如在家吃面条呢。那我们给您带回来点儿。不要去。那我们走了。
不想告诉你的，我不想让你同情我。复查了吗？最好的专科医院不会有错的。医生这么说的，没一点希望了吗？医生能怎么说呢？他只会让病人永远保有信心。这个时候你别想太多，一定要有信心。现在的医疗技术还是很发达的。我是真没想到小说里的情节终于发生在我身上了。既然是现实，那就得接受。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，我就想把星宅安顿好。癌症虽然很难医治，但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出现奇迹的。奇迹要发生在每个人身上，那就不叫奇迹了。我不奢望奇迹会发生在我身上，我已经做好最坏的打算。设定，我现在真的没心情看表演，要不然咱们还是找个地方聊聊天吧。以后有的是时间，既然来了就去看看吧。我呢，先让你忘记自己是个病人，然后再慢慢帮你治病。算了吧，这么多人闹哄哄的，别去了吧。要不我们去赏鱼吧，那儿可能人少。走吧。对不起，洗手间人太多了，让你久等了。星宅他喜欢鱼吗？星宅他特别喜欢，在北京的时候，我带他到海洋馆去，只要带回来的图片，那鱼种他能叫出10几种名字。突然有个儿子，我还真的挺意外的。是啊，都怪我不好，应该早点告诉你。毕竟他生下来5年了。你说，星宅他会接受我？是的，可能刚开始他会排斥你。他毕竟这么多年一直以为池心之是他的父亲。不过我相信，如果你跟他处一段时间的话，他一定会喜欢你的。说心里话，真的得感谢池心之。这么多年来，他一直把星宅当成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样看待。是啊，我才应该感谢他呢。这5年对星宅的关爱。你们为什么要离婚呢？我和
和他离婚是迟早的事儿，但是我有责任把新宅送到他亲生父亲的身边。我把他生活全部安排好了，我就死而无憾。说心里话，这么多日子来，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特别希望自己能活下去。真的谢谢你。我现在希望奇迹能发生在我自己身上了。奇迹一定会发生的。有的时候啊，意志是可以战胜病魔的。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想法，非常非常的好。真的吗？要坚定自己的信念呢。你确实是误解了我的意思。你不必过多解释，你要相信女人的直觉是很准确的。其实我是知道的，你希望我们过的每一天都很快乐。珍惜现在，才会有永远的快乐。可是对于一个知道自己快要死的人来讲，真的很难面对每一天，特别是快乐的面对每一天。雪姨，你别太悲观了，我一定会帮助你的。前面是钢琴博物馆，我们去看看吧。你能不能再考虑一下？我们交往都2年了。是啊，我知道你想结婚，但是我不想结婚啊，这个矛盾根本不可调和。一会儿这几盒你拿回去吧，我直接回家了啊。不是吧？你要知道，我拎着这几盒回去，足够妈唠叨半个小时的。你饶了我吧。你说妈也真是的哈，其实她跟爸都有退休金，虽然不多吧，一个月2000多块钱也够花了。哥哥嫂子那么独立，他们有什么负担啊？干嘛把家里弄得跟特客户似的？你想啊，妈妈只能通过勤俭持家来全面体现她的社会价值和家庭价值，这是她内心中的坚持，改不了喽。其实你知道吗？像妈这么爱唠叨，其实是老年抑郁症的一种表现。咱们应该带妈去看看病。下顿饭馆，她都认为罪大恶极似的，让她去医院，看着整沓的人民币送到医院的收费处里，她还不跟你拼命啊？还有你也真是的，平常不用上班，也不多干点活。你要是帮妈多分担一些家务的话，还能减轻一些她的精神负担，知道吗？妈总是嫌我干不好啊，还是太护着我了，我还真有点受不了。哟，你真知道啊！我看妈真是把你宠坏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就让妈这么下去了？没办法，就只能这样。幸福的家庭是类似的，可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好吧，你拿2盒，剩下2盒我带走。好。厦门是真正的城在海上，海在城中。这里啊，特别适合休养，我想对你的病情一定会有好处。谢谢你陪了我1整天。这是应该的嘛。只要对你的病情有好处，我觉得这些都不算什么。过一段日子，你身体好些的时候，我再陪你到其他的地方转转。恐怕来不及了，我没那么长的时间。怎么来不及啊？你一定要积极的配合医生治疗，这样你的病情才会有好转的。
了，你累了一天了，回去吧。没关系，我送你到楼上吧。真的不用了，回去吧。啊。行，那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对了，除了我在天上24小时开机，有什么事就打我电话吧。晚安。慢点开车啊。我回来了。吃晚饭了吗？在外边吃过了。还是跟昨天那个朋友啊？他还没走吗？过2天就走了。怎么了？不高兴了？是不是回家了？你怎么知道？一看你那脸都掉哪儿去了？你们家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。这怎么有点轻啊？哟，怎么这么大一个包啊？我今天回家的时候，正赶上妈和我大嫂打起来了，我过去拉架，被推了一把，住凳子上。他们也太过分了，不知道你怀孕吗？这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谁负责呀？这不是打急了吗？他们不是故意的。打急了也不行啊，他们不知道你的情况啊。你大嫂也太过分了，怎么总跟长辈吵架？其实也不能全怪大嫂，我妈这个人有的时候说话是得理不让人，说话挺难听的。你也是的，自己怎么就不小心点啊？这万一有个3长2短的，这还了得吗？得，以后没事儿你别总往家跑，少跟他们瞎掺和。真不该跟你说这事儿。喂，是我。陈姐，怎么样？事情办得顺利吗？还行。那个星仔睡了吗？是呀，要我叫星仔来接电话吗？啊，不，算了，那我明天再打过去吧。陈姐，这2天你的身体怎么样？我身体挺好的。我有个问题想问问你。陈姐，你有什么就尽管问，跟我还客气什么呀？我打个比方啊，你只能活3个月了，你会怎么过呢？这个问题太深奥了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比如说啊，你以前很爱一个人，可是由于别的原因，你跟他分手了。现在你要死了，他又出现在你面前，你会不会选择什么都不管了，最后再爱一次呢？这个人现在结婚了吗？结婚了，而且还挺幸福的。那就是我爱他，他也不会爱我。就是因为我得了绝症，他也只不过是出于同情而关心我。可是你知道吗？他的这种同情的关心很像是爱情。
没错，这种同情有可能就是爱情的邻居，从邻居变成一家人，也只不过隔一道墙罢了。你说的挺有意思的。陈姐，有什么还需要我帮忙的吗？哦，你把我那辆车拿到二手市场去卖了吧。好，那我先挂了啊。睡不着，看会儿书。明天再看吧，早点睡觉。好。看你心事重重的，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有点睡不着觉，看了会儿书，我怕影响你睡觉。到底怎么了？跟我说说。没什么事儿。丽丽，你说现在的孩子也没个兄弟姐妹的，多孤单呢，是不是？嗯。要不然，等生完了这个，咱们再要一个。我们两个都不是独生子，这政策也不允许啊。那是，航空公司也不答应啊，那样会影响你的前途的。你说咱们领养一个怎么样？领养？嗯。领养一个比咱们宝宝大上几岁的，他们俩呢以后也是个伴儿，相互照顾，也不孤单呢。你说呢？行了吧，你真会胡思乱想。那快睡吧。丽丽，有件事儿我想。老公，我真的有点睁不开眼了，赶快睡吧。玫瑰庄园项目是联合国际集团进军厦门地产市场的第一个项目，总占地为54774平方米，位于厦门美丽的西部海滨，在这里你的生活可以将度假的形式重新定义，能够真正的打造生活中挥霍时间的空间。玫瑰庄园别墅是厦门建筑中挑高最高的别墅，您看它分着5.2米，它具有9大优势。美国自1997年以后，所有的别墅建造中都是用这样的结构。小姐，大概的情况我都了解了，我想自
自己一个人看看行吗？那好，您随便看，我到门口等您。今天睡得真舒服。我们去海边吃海鲜。太好了。小姐，麻烦你准备合同吧。好的。喂，若定。雪姨，你怎么在机场？啊？我在你的对面。别怪我不辞而别，我这次回北京就把新宅给你带回来。我也急着要见新宅呢，你怎么不等我啊？你放心吧，等你这次回来，你就可以看到你的儿子了。那一路平安。你也一路平安。好，拜拜。这里呀？因为我们的家在这儿啊。你家为什么在这里？因为有一位叔叔在这儿。一位叔叔在这里，是比爸爸还亲的人吗？跟爸爸一样亲的人。为什么要和爸爸分开这么久？因为爸爸太忙了，你知道吗？妈妈，晚上我要去看爸爸。宝贝儿，这恐怕不行，因为我们现在厦门离爸爸很远的。厦门是什么地方？周末吗？还和爸爸吃饭吗？傻宝贝儿，我们是坐飞机过来的。我们要开车去找爸爸的话，恐怕得开好几天呢。宝贝儿，这就是你的新房间，漂亮吗？怎么了？你不高兴啊？嗯？你看这床多好看啊！啊，多舒服啊！乖宝贝儿，你一会儿啊，洗干净脸，洗干净手，就在这张漂亮的床上睡个午觉。妈妈去给你提新车，再给你找个好保姆，好吗？妈妈，爸爸会坐飞机来看我们吗？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爸爸很忙的，没有时间过来的。那我可以坐飞机去看爸爸吗？青宅，你今儿怎么这么多话呀？嗯？
新宅啊，你知道吗？其实厦门有个叔叔特别好，而且他是咱们俩的亲人。他还可厉害了呢，他会开飞机呢。新宅啊，你要是听话的话，我就让那会开飞机的叔叔来看你，好吗？你好，小姐，这边请看一下车。我们这款是东风本田的 CR-V，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这款是那个豪华型的，它配备就是说4轮驱动系统，它里面配置包括天窗，还有一个真皮内饰，还有一个6碟 CD 音响，还有一个恒温空调，包括它方向盘这个循环定速啊。行，就这辆吧，我要了。陈小姐，你给出2000的价格，他们都很想为你服务，您挑选一个吧。谢谢。请40岁以上、30岁以下的向后退2步。请高中学历以下的向后退1步。你们3位自认为性格好的向前迈1步。好了，我跟第2个迈步的签合同。您为什么选第2个呢？第1个太过自信，不太适合做家政工作；第3个呢，显得过于没有主见，会降低工作效率的。你就这么定了好吗？好。是这样，文嫂，在我这儿干活呢，会有一些要求。比如说做饭、打扫卫生、洗衣服这些的，用的手套一定要区别开来啊。哎，还有一点更重要的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就是一定要注意孩子的卫生、健康和安全。哎，明白吗？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这钱你拿上，你看看厨房缺什么，你买点，好吗？哎，行，可以开始了。哎。对不起，这是池新宅，刚从北京转学过来，以后就和我们大家一起上课了。小朋友们怎么表示欢迎啊？好了，新宅，你去找个位置坐下来吧。我们继续上课吧。您先回去吧，孩子刚入园，有点认生，明后天就好了。那就麻烦您了，我下午过来接他。
晚点了。啊，星仔在哪儿啊？好，那我去接你。啊，好，那我马上过来。兄弟，回来了，走，去办公室。啊？忘了？前天不是约好3点钟在办公室见面的吗？我今天有事，改天吧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我真有急事找你。明天我没班，随时打电话给我。雪姨，你辛苦了。别这么说。有点紧张是吗？叔叔，您找人吗？我是妈妈的朋友，是来看星展小朋友的。你是韩叔叔吧？你怎么猜到的？你看我的眼神好像爸爸，所以我能猜到。你是开飞机的吧？是。带我坐飞机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拉钩。拉钩。带我坐飞机回北京看爸爸，一言为定，不许反悔。怎么又不行了吗？行，当然行了，只要叔叔答应的，叔叔就一定能做到。来，拉钩，100年不变。100年不变。你愿意跟叔叔玩吗？真的吗？您是？啊，我是星宅的。星宅妈妈的朋友。你以前见过他吗？没见过他，你怎么知道他是你妈妈的朋友啊？他说他是。以后不要随便跟陌生人说话了。我好像跟叔叔不陌生嘛。好了，我们该开饭了，先走吧。
在觉得有点陌生。不过我向你保证，你跟他接触一段时间以后，你肯定会喜欢他。虽然今天是第一次见他，但我刚才见他的时候，却感觉是那么的熟悉。真是对不住你，我应该早一天让你见到他。是我对不住你，你一个人把星宅抚养的那么好，我都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来感谢你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，在我临死之前能天天的看着他，多好。我也会经常陪着你们。经常会去看我们吗？一定会。谢谢。妈妈，韩叔叔。哎，老师，实在不好意思，刚才您误会了。啊，对不起啊，刚才我太冒失了。啊，没关系。他姓韩，可能以后会常来接孩子的，你以后就放心的把孩子交给他吧。您放心吧，没问题的。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以后韩叔叔能第一个来接我了。没问题，一言为定。拿钩。添麻烦了啊，星宅，跟老师说拜拜。老师，拜拜。走了啊。好，再见。啊？叔叔，这是什么？这个啊，这叔叔的肩牌儿。好，哎，马上就要起飞了啊！握住，开始起飞喽！小心点，你快，马上到北京了！哦，慢点儿，来。你看，先把这腿放上，然后就是一脚。哎，你看这个还有后腿，然后再踢一脚。叔叔，走了，上楼。好，来。你早。哎呀，回来了。放这么多花盆啊？赶紧搬走吧，小孩进进出出在磕着了。哎，好好好，我马上搬。这是我爸爸在北京是个非常大的老板。妈妈说回北京看爸爸就要坐飞机。这是我爸爸的第一辆车，这是第二辆车，这辆是奔驰，这辆是宝马。别看这个。妈妈，韩叔叔答应带我回北京看爸爸。星宅，韩叔叔很忙的，爸爸也很忙，以后不准提这种无理要求，听见没有？星仔，韩叔叔只要有时间呢，就会陪你一起去看爸爸，好吗？别这么惯着。还是孩子嘛。星仔，一回到家忘了洗澡了吧？嗯？没洗吧？走，叔叔陪你去洗。叔叔陪你去。
服脱了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哎，好。别脱了。好。来。热爹，一块儿吃晚饭吧。我跟丽丽讲好了，今天晚上回家吃。我准备点水果和点心，你一会儿到花园来一趟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好，来，好喽。出了一身汗是不是？来，转过来。我最近啊，又梦见我的飞云咖啡屋了，这件事我总是放不下。谢谢。你对他怎么这么痴情呢？我就是受不了闲着的感觉。好了好了，你简直就是十足的劳碌命。有要转让的咖啡馆，我帮你留意着，到时候通知你就好。嗯，好。别让我久等啊。傻瓜。我今天看到星宅特别喜欢你，我好高兴。我在想，哪天我真要走的话，我也就放心了。雪姨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，你还是去看看吧。我知道，我只是怕进医院，我怕躺在冰冷的仪器上，做什么化疗，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。我真的不想星宅看到妈妈那个丑样子。我能体谅你现在的心情，你放心吧，不管什么情况，我一定会陪你度过这个难关的。今天不说这个了好吗？我想求你帮个忙。什么忙？只要我能做到的，我一定会尽力。我想让你帮我，让星宅忘了池行之是他的爸爸。雪姨，孩子现在还太小了，等长大了以后再说吧。再有，我也希望多一点时间，加深我和星宅的感情。那咱们俩得共同努力了。心里想玩一个花哨的，没骗过对方的后卫。老公，嗯，跟你商量件事儿。说吧。在实在没有人抢点的情况下，其实安布罗西尼很严肃的事儿，专心点儿。哎，你说你的，别影响我看球赛。前几个赛季经常会发生在。我想开一间咖啡馆，你支持我吧？对。现在？现在怎么行啊？你怀着孩子呢。再说了，咱手上哪有闲钱啊？那房子还要付首期款啊。哎呀，我知道，就是因为没钱，所以我才想赚钱嘛。我已经计划好了，把股市里的一部分钱先拿出来，就当止损了。你现在的头等大事，就是把咱们的宝宝顺利的生下来。离生还早着呢，我现在每天在家里面待着，多没意思啊！你自己什么身子骨你不知道啊？那么容易流产，开什么咖啡馆啊？你现在不适合做这些工作。我会很小心的，真的。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万一有点什么事儿，这可不得了。好了，等你呢，把咱们的宝宝顺利的生下来，再考虑你的咖啡馆计划。没劲。好啦，看看球赛。第几分钟还剩几分钟，给苏亚索反映曼奇尼的心态。科呢可能觉得，该换人了，一步把克鲁斯。喂。啊，行，
那你等我吧。哎，我这就下来。谁呀？朱世京，他找我说点事儿，在楼下呢。干嘛不让他上来说啊？这太晚了，人家觉得不方便呗。我下去了。小菊，哎，丽丽，小菊来了，那我下去了啊。您是啊？对。哦，拜拜。姐，你怎么跑来了？妈拉着我散步，绕着绕着就到你们家楼下了，所以让我上来看看，看看装的包好了没有。哎呦，那妈自己怎么不上来啊？她怕姐夫笑话，不想上来。走走走，把妈叫上。嗯，好。妈怎么不见了？跑哪儿去了？妈呀，你在这儿干嘛呀？我听他们说话呀。程雪怡现在知不知道？还不知道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她？过段日子吧，她现在的心情也不好。您干嘛偷听人说话呀？就是妈，那有点过分了。怎么过分了？你看他们俩一直在说一个女人，万一若定变心了，那还不是对你姐不好吗？那你也不能偷听啊！真是的，怎么了？哎，你这个孩子，给你。世京，怎么回事？都到家门口了，不进去聊？你们俩怎么在这儿聊上了？哈，没事儿。明儿啊，公司开会，我来找韩队谈点事儿。哦，那走吧，上楼坐会儿。没什么大事，都说的差不多了。哎，世京，要不然到楼上坐一会儿吧。哎，妈，你们刚才说那个姓程的，谁呀？阿姨，那是我正在追的一女孩儿。不对吧？我怎么听着跟若定好像有点关系？妈，我是帮他参谋参谋。妈，你不行了你。对对对。哎，对了，我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妹妹小菊，这位朱世京，你姐夫的同事，也是飞行员。早就听说茉莉有个非常漂亮的妹妹，今儿一见啊，果然是名不虚传。我女儿漂亮吧？澳大利亚回来的，海归，学建筑设计的。哎呦妈，现在海归都不值钱了，都变成海带了。海带？啊，就是海外归来的待业青年，简称海带。哎，别这么说，多难听啊，还紫菜呢。怎么样，这说法有创意吧？嗯。来，把药吃。哎，怎么躺下了？起来起来，把药吃了才是。嗯。怎么样？现在有感觉吗？现在怎么会有感觉啊？我倒觉得挺精神的。哎，我听说，如果怀的是儿子，妈妈就比较皮着，所以这次大概是个男孩。你重男轻女啊？你不想要儿子啊？只要是你生的，我都喜欢。不过我还是有点担心，以前流过产，不知道这次能不能顺顺利利的生出来。不要因为你流过产你就害怕，别胡思乱想。好吧，我一定会努力的。睡觉吧。
怎么回事？她流产了。流产了？刚刚做完手术，休息着呢。这早晨出来还好好，怎么就流产了呢？飞机落地以后，她说有点不舒服，结果下楼梯的时候，她摇脚踩空就摔下来了。哎，你赶紧去看看吧。怎么办呢？以后会不会生不了了？傻孩子，别瞎想了，没事儿。可是以后啊，一定要注意了，多危险呐！我已经想好了，这次你出院以后啊，就不去上班了，在家好好养身子。那我不成寄生虫了吗？我可不想后半辈子全靠你养着我。大傻子，我养你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？怎么样，累不累？哎，你别跑了，若定。我再跑2圈吧。有话跟你说，昨天晚上那件事儿，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什么事儿啊？咖啡馆啊。一大早怎么又说这事儿啊？哎，我跟叶兰已经合计好了，一人出个20多万，搞一个中等规模的，50万就行了。哎，叶兰这人办事可不靠谱啊。她老公炒地皮赚嗨了，咱们只工资，这可有风险的。我这也是为咱们家的理财考虑啊。再说了，做生意哪有那么简单？就凭你在飞机上端过咖啡，就可以开咖啡馆，所有人都可以做生意了。投资是有风险的。干什么没风险啊？要是都怕风险的话，什么都别做了。哎，你这什么话呀？你现在可是怀着孩子呢，你就这瞎折腾，万一孩子有点什么事儿，我可跟你急啊！我现在就是不同意开咖啡馆。你练吧，我先回家了。哎，帮我买1包豆浆啊！从病例及 CT 以及核磁共振的结果来看呢，情况很不乐观的。目前国内对这种脑部晚期的胶质瘤还没有一个良好的治疗手段。一点希望都没有吗？对于这种晚期的肿瘤啊，医学界都没有办法的。手术加上放化疗会有作用吗？它是可以抑制角质瘤的增长速度，但消除不了的。医生，中药调理会有什么作用啊？中医的调理也只是起到抑制的作用。你是他的亲人吗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最好别让他本人知道这事儿，这样呢会对他造成太大的心理压力，反而对病情不好。可是他现在已经知道了。那你就顺着他一些吧，让他高兴一些，快乐一些。良好的心态对一个患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。好。谢谢。喂，开会？不是说今天没会吗？好，我马上过来。最近1周以来，飞行燃油的消耗凭空比以往增加了30%。我知道有些同志对自己的薪水有意见，有意见可以直接提嘛。如果在下面搞小动作就不好了，在飞行时搞一些小动作，浪费的是国家的燃油。现在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，油依然很紧张。你昨晚跟茉莉说了程雪怡的事吗？高标准燃油更是稀缺。这样一来，没说，就是对国家的一种犯罪。环境不对。公司已经开始调查这次飞行燃油消耗增加的原因。下回再说吧。一旦查到责任机长，公司将毫不留情
严肃处理。哎呀，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呀？这程雪玉一走，你们家突然多出一儿子出来，这对茉莉来说是不是太突然了？是啊，我都觉得突然，我都不知道茉莉能不能接受这个孩子。这孩子是你儿子吗？亲子鉴定你做过了吗？不用做。那孩子啊，跟我小时候长得是一模一样，一看就是我儿子。那你真的觉得现在就把那孩子接到你那儿去啊？当然，那可是我的孩子。更何况程雪怡现在病成这个样子。那也倒是啊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程雪怡的事儿啊，你就别告诉茉莉，到时候等程雪怡走啊，你再把孩子带回家，到时候慢慢的，也许茉莉就接受了。我想想吧。哎呀，这破电视剧当中的情节，怎么就你赶上了？艺术家不是常说艺术源于生活吗？我这是多么真实的生活呀！反正我最近没什么事儿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话，你尽管开口吧。我知道了。哎，你不是说有什么事儿要跟我商量吗？算了吧，还是别告诉你了，你自个儿家的事儿都忙不过来。什么事儿啊，吞吞吐吐的，有话你就直说吧。可能最近你家里事儿多，你的政治洞察力可是大大的下降了。什么政治洞察力大大下降啊？想说什么呀？你就没发现公司里现在是暗流涌动？我跟你说吧，暴风雨啊，马上就要来了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哎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熊总在会上反复的强调，飞行消耗的燃料比平时增加了30%。你真的以为是个别飞行员因操作原因造成的吗？你是说人为因素？是有人联合起来故意跟熊总对着干？对了，肯定有人跟他对着干，而且这个人啊还不一般。最近啊，我老想，这个时候要是站错了阵营啊，谁就绝对没有好下场。哎，罗店，反正熊总啊也就那个熊样，你说我们该往哪个阵营站？不管站在哪个阵营，多耗油的就是犯罪。你也别想那么多了，我们自己把自己做好就行。我要接孩子去了，我来不及了。行，我跟你一块儿去吧。你就别跟我添乱。哎呀，我自己的侄儿，我看了有什么不对吗？改天吧，还是把你个人问题早点解决好了吧。哎，我能跑大街上追小姑娘去吗？